Hello， 朋友，你见过这样的镇子吗？它一半的面积都被寺庙所占据。你知道藏传佛教也有自己的清华北大吗？你又可否见识过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有多远？走一圈要多久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世界上最大的藏学府——格鲁派6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这边买完票以后，可以在休息大厅等一下。这是售票口，40一张票，65岁老人是免票的。他每天都会有隔15分钟吧，会有免费的导游讲解。师傅，这讲解一会儿大约多久？一圈？大概1个小时。1个小时。这种提供旅游团的方式挺好的，因为里面我听说特别的大。如果自己走的话，还有可能不知道怎么走。这样它有旅游团呢，大家既分散了人流，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清晰的解说。但是呢，这一个团人也太多了吧！这一进门你会看到全世界最长的转经筒的长廊，3.2公里啊，走一圈需要40分钟。听说是下午5、6点的时候人会越来越多，其实现在就已经很多人在转了。转经筒旋转一次就相当于念经一遍，而这里有2000多个转经筒，每晨钟暮鼓都有红袍僧人与虔诚的藏民以今生的凄苦许下来世的幸福。一进来你会看到的这个黄墙后面就是僧舍。鼎盛时期，整个寺庙最多可以容纳4000多个僧人。这里面真是挺大的。我们从入口进来，经过这个僧侣的宿舍，然后进到这个核心区域，得走了得有10分钟，还蛮累的。是寿安寺。从左排到右的。第一个是满文，因为嘉庆是满族，所以满文是排在第一位。然后第二是后文寿安寺。随着这个火殿平民，它就全置为寿安寺。第三个是藏文滇丹拉，台湾的寓意学。然后第四个是蒙古文字，对，满汉藏满。这块边我们想拍照的，今天是可以拍的，各位。文殊菩萨殿。这面的馆里面就是酥油花，有很多精美的酥油花作品。这里面是文物的陈列馆，很多几百年或者上千年历史的东西。我觉得最神奇的是一个观音像在石头上面自然形成的观音像，这个还挺神奇的。然后酥油花这个展厅是可以拍摄的，这个店里面的都是酥油做的，酥油花做的，非常漂亮。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拍照的店，它是每一个学院都有主公佛，所以它必须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艺术作品。酥油花是一种具有宗教和文化意义的藏族手工艺品。酥油是什么呢？通常就是通过加热牛奶或者豪牛奶得到的奶油，经过搅拌冷却之后形成的固体。而酥油花通过将酥油加热软化，手工雕刻成各种形状。在藏传佛教当中，酥油花象征着光明和智慧。因为这个店里面的东西都是酥油花，所以一进来就一股无法形容的味道，有一点像香，有点像奶，有一点像糖的这种味道。我想闻一下它这个味道，哇，真的是一股那个酥油的味道，很重。我后面这个是石轮学院，这个师傅讲说这个学院是从来没有翻修过，所以里面所有东西你能看到非常明显的使用和历史的痕迹，200多年的历史。里面也供奉了有活佛的那个尊像。我发现他们这是学院，我本来以为是个大经堂，就是他们的装潢好像都是这种，就是黑色的布盖，然后上面这种装饰好像都差不多。这个有懂的可以评论区普及一下。这学院门口这块就是它的一个小广场，就是它前院是用来考试学习的一个地方。我后面就是拉卜楞寺的主佛殿，里面供奉的是弥勒佛。说这个弥勒佛相对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盘腿做的。正常一般的弥勒佛我们看到的都是半蹲的，比如说像乐山大佛半蹲的，但这个弥勒佛盘腿做会跟其他的会不太一样。啊，这里面也保存了很多的很有历史感的唐卡。这个店是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包括在一些敏感时期没有遭到破坏的店，所以这个店是非常值得来看一下。这边在行大礼常拜的人也非常多。这个弥勒佛的店应该是目前看到人气最旺的一个店。这个店也是建在了比较高的位置，应该好像最高的位置吧，所以爬上来也有点费劲。
这满地的鞋就是里面在诵经的喇嘛脱下来的鞋，能分清楚谁的是谁的。我们后面呢是一个大经堂，现在正好赶上11点半的时候，他们开始诵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去讲解。刚才讲解员在外面讲解了一下，看到很多的喇嘛，里面应该可以容纳3000个喇嘛同时在诵经。然后我刚才只是录了一段音，没有办法录像。大经堂就你们可以理解为大雄宝殿，就是在整个拉卜楞寺院内是最大的经堂，然后它也是最早建的一个学院。大经堂最早的时候是由第一世迦密扬大师在1709年开始建，大概就有30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大经堂后期它就进行过好几次翻修，所以它的建筑历史就不算很悠久。大经堂期间的时候，殿内差不多是有80根柱子，明柱有80根，然后殿上呢是可以容纳1000名僧人。然后到了第2世迦密扬活佛的时候，就是由于僧人继续增多，他就扩建到140个柱子。然后殿堂呢是可以容纳3000余名僧人同时诵经，他最多的时候也容纳过4000名僧人。然后这个大经堂也是在整个格鲁派的经堂当中是排在第2大的学校，最大的是拉萨的哲蚌寺国梦轩，大约是有180多个柱子。我后面这个就是供堂宝塔，可以在地图上搜到这个位置，可以过来看一下。因为刚刚那个导游的师傅说，这个地方的建筑可能跟其他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如果要进去的话，我听说应该是要20块钱门票的，所以当然它可以登高，你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景色，但是我听说西门是有一个更高的地方可以看到全景的。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今天把车停在了东门，所以就有点特别不方便。这拉卜楞寺真的超级大，因为比我想象中大很多。因为之前我去过布达拉宫，也去过扎什伦布寺，这两个从排名上来讲都比这个拉卜楞寺要更靠前。但是我觉得从占地面积上来讲，拉卜楞寺真的超级大，可能是因为它包含了很多这个僧人住的地方吧。反正走起来还是几公里的，挺费劲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面是东门，然后西门在遥远的看不见的地方，就可想而知有多大。我这一路上听到的路人最大的评价就是这么远，走这么远要走去哪里，全是这种评价。这个拉卜楞寺啊，因为跟着导游的线路比较固定，讲解的时间呢基本上控制也很好，所以基本上1个多小时能逛个差不多，再加上中间等的时间可能2个小时差不多。那如果自己来的话，如果真的想全转一遍，可能至少要2到3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更多，真的是太大了。